在娱乐圈这个对年龄感极其敏感的环境中，谭松韵的存在显得格外特别。她的娃娃脸并不只是表面的年轻，而是一种综合了骨相、气质与表达方式的独特魅力。许多演员随着年龄增长，不得不通过妆造、滤镜甚至角色类型来维持年轻，但谭松韵却仿佛天然拥有这种能力。她的脸部线条柔和，没有过于锋利的轮廓，再加上清澈的眼神，使得观众在视觉上自动将她与少女感关联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她的年轻不是停留在外貌，而是一种情绪状态。她在表演中展现出的自然反应、细腻情绪，都带着一种未经雕琢的真实感。这种真实让观众愿意相信她所饰演的角色。换句话说，她的娃娃脸不是限制，而是一种放大器，让她更容易进入某一类角色的核心情绪。在这个强调反差感和转型焦虑的时代，她的存在反而提醒我们，演员最重要的不是不断改变，而是找到并稳定地输出属于自己的特质。这种稳定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力量。谭松韵身上的元气感并不是简单的活泼或开朗，而是一种长期稳定的能量输出。很多演员在镜头前可以表现得很有活力，但一旦离开角色就会显露疲态。然而他在各种采访、花絮甚至幕后记录中，几乎始终保持着轻松自然的状态。这种状态背后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松弛。他没有过度的防备，也没有刻意的营业感。当他与记者交流时，不是被采访，而更像是在分享。这种转变让观众更容易产生共鸣，因为他没有制造距离感。更深层来看，这种元气是一种自我调节能力。在高压的拍摄环境中，能够持续保持情绪稳定，本身就说明他具备很强的内在平衡能力。他不是没有压力，而是懂得如何消化压力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观众会觉得他像小太阳，不是因为他一直发光，而是他能够在任何环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温度，并把这种温度自然地传递出去。宁萌这个角色之所以打动人，是因为他的成长路径极具现实感。他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理想岗位上的成功人士，而是从一个看似偏离梦想的起点出发。成为总裁秘书并不是他的目标，但他没有因此否定自己，而是选择在当下位置上积累经验。这种设定打破了很多影视剧中理想化成功的叙事。现实中的大多数人都会经历类似的阶段，做着不完全理想的工作，却在其中寻找机会。宁萌的价值在于，他没有被环境定义，而是逐步反向塑造环境。他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通过不断试错、调整和坚持完成的。他会迷茫，也会受挫，但他从不停止思考。这种动态成长让角色更加立体。谭松韵在塑造这个角色时，并没有刻意放大情绪，而是通过细节去呈现变化。例如眼神的坚定、语气的变化、行为的选择，都在潜移默化中展现出人物的进阶。这种细腻处理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完成情感共鸣。请叫我总监，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，就是他对甜宠标签的反向利用。观众原本期待的是轻松浪漫的剧情，但实际呈现的却是带有现实压力的职场体验。宁萌被上司训话，被安排繁琐任务，甚至在雨中奔波，这些情节都带有明显的现实投射。这种反差让观众在情绪上产生更强的代入感，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如此，并不总是甜，而是在压力与希望之间反复拉扯。剧中的甜往往是在经历虐之后才显得更加珍贵。从叙事角度来看，这种结构增强了剧情张力。观众不会因为单一情绪而产生疲劳，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情绪节奏中保持关注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表达方式让角色更加可信。宁萌的成功不是天降好运，而是经历了真实的磨练。这种苦中带甜的设定，让整部剧不仅仅是娱乐产品，也成为一种情绪投射的载体。宁萌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她的边界感。她既不是一位忍让的传统职场新人，也不是情绪化反抗的激进角色。她懂得在不同情境中选择最合适的表达方式。她的聪明体现在多个层面，对人性的观察、
对局势的判断以及对自身位置的清晰认知。他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情绪，但也不会压抑真实想法。他的对，往往是在精准判断之后的结果。这种有策略的表达，在现实中其实非常稀缺。很多人要么选择沉默，要么选择对抗，而宁萌则提供了一种中间路径，既保护自己，又推动局势发展。谭松韵在演绎这一点时，尤其注重节奏。他的台词不急不缓，语气中带着轻微的调侃，却又不失力量。这种微妙的平衡，让角色既有亲和力，又有锋芒。观众在观看时，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学习感，甚至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表达能力。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，往往决定了一部剧的观感上限。而谭松韵与林更新的搭档，恰好形成了一种极具层次的互动结构。林更新的表演风格偏向自然流露，他的幽默并不是刻意设计的，而是来自于节奏与反应。而谭松韵则擅长捕捉对方的细微变化，并给予及时回应。这种接球式表演让对手戏显得格外真实。在拍摄现场，两人的互动经常引发笑场，这种轻松氛围会反向影响表演状态，使得镜头中的情绪更加自然。观众看到的笑点不是被安排的，而是发生的。这种喜剧效果其实建立在高度信任之上。演员需要相信对方的节奏，并愿意放松控制，才能产生真正的火花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设定有趣的组合，却未必能达到同样效果的原因。他们的成功证明了表演不仅是个人能力的展示，更是互动艺术的体现。在职业发展中，被类型化几乎是每个演员都会面对的问题。对于谭松韵来说，少女角色既是优势，也可能成为外界定义她的标签。但她对这一点的态度却异常冷静。她并不急于摆脱标签，而是先确认自己是否仍然适合这些角色。如果内心仍有共鸣，外形也能支持表达，那么继续演绎就是合理的选择。这种判断标准不是来自市场压力，而是来自自我认知。他也明确表示，一个演员不可能演尽所有类型。这种认知看似简单，却非常重要，因为它意味着他不会为了证明多样性而盲目选择不适合的角色。这种有选择的放弃，反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职业策略。他不是被动接受机会，而是在筛选机会。长远来看，这种方式更有利于建立稳定的个人风格。在快速变化的行业环境中，这种清醒是一种难得的定力。谭松韵提到自己的所屏蔽纸时，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词：舒服。没有象征意义，也没有刻意表达情绪，只是一种纯粹的视觉偏好。但正是这种没有复杂意义的选择，反而透露出他的生活态度。他不需要通过外在符号来证明内心，他更在意的是感受本身。这种简单并不是浅薄，而是一种筛选后的纯粹。在经历复杂环境之后，仍然能够保持对简单事物的喜爱，其实是一种能力。他给人的感觉也正是如此，不张扬，不锋利，却持续稳定地传递温暖。这种温柔并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内在力量的表现。在一个充满竞争与焦虑的环境中，这样的存在显得格外珍贵。他不需要成为最耀眼的那一个，却始终能够成为让人愿意停留的那一束光。